When electric cars were first being marketed, there was a lot of concern about chargers being readily available, but a lot of those concerns have now mostly been alleviated as more charging stations have come online. But that's not the case for people who bought vehicles that were powered by hydrogen fuel cells.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未来有辆车是长这样的，加个油3分钟就搞定，一箱油能跑个400多公里，270英里。最酷的是，它跑起来一点污染都没有，全程都是零排放排气管冒出来的，其实就是干净的水蒸气。说到这儿，你肯定会想，现在这年头谁还聊燃油车啊？不是都在说电动车吗？特斯拉风头无两，所有的大厂都在拼电池、拼续航，搞新能源赛跑。没错，大家都在挤那条道。但本田呢，有点叛逆，他们没有扔掉发动机这个老朋友，反而回过头对它来了个灵魂重塑。所以你看，这可不是什么科幻电影的情节，这是本田正在干的事儿。他们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清洁出行。话说当年在日本乡间那条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一个叫本田宗一郎的小男孩彻底看傻了眼。平生第一次，他见到了一辆汽车正慢悠悠地从他眼前开过，空气中那股机油味，别人闻着是污染，在他鼻子里简直就是顶高级的香水味。小宗一郎拔腿就追，那车跑得快，他追得比谁都起劲儿，心里就一个念头，这玩意儿是咋自己跑的？这股子未知的好奇，后来就成了他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执念。这孩子出身不好，家里穷。他爹是个铁匠，天天捣鼓自行车，小宗一郎就在旁边看，耳濡目染，对修理这事儿门儿清。别的孩子埋头读书，他倒好，拿自行车脚蹬子皮刻了个章子，把不及格的成绩单给盖上了。他对学校那套真不感冒。他的课堂是家里的铁匠铺，他的老师是那些叮当作响的工具和冰冷的金属，而他的热爱，凡是带个引擎的东西都让他着迷。15岁，他一咬牙去了东京，进了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一带就是6年。这6年他没白带，不光是修好了引擎，更是跟引擎交上了朋友，知道他脾气秉性，琢磨着怎么让他跑得更快更好。说白了，他懂引擎，甚至想给他注入灵魂。20岁那年，他胆子真大，跟师傅把飞机引擎安到汽车底盘上，拼出了一辆赛车，结果比赛赢了。冰松的爱迪生名声就这么打出去了。可惜好景不长，二战来了，他的工厂被炸了个精光，后来一场地震又把剩下的东西全给埋了。换做别人，估计早就躺平不干了。本田卖了废墟，转身就走，但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点没消停。1946年，他用那笔钱在一片废墟上搞起了本田技术研究所。那时候的日本战后一地鸡毛，缺油缺粮，更缺希望，老百姓就图个方便的代步工具。嘿，本田还真有招，他把军用发电机引擎卸下来，哐地一声装在自行车上，样子虽然磕碜，但管用啊。2年后，1948年，本田技研工业正式成立。1949年，他推出了第一台真正属于本田的摩托车—— D 型梦想。这车别的不说，颜色是特别的栗色，技术上也用上了革命性的压铸部件，在当时可是相当厉害。紧接着，真正的黄金搭档来了。1949年8月，他遇到了藤泽武夫，一个懂技术引擎，一个懂经营市场。这哥俩一拍即合，还定下了一条规矩：咱们的公司绝不搞世袭制，不让自己的儿子进来，就是要凭本事吃饭。这个组合拳打得有多漂亮？不到10年，本田就成了全球摩托车大佬，连哈雷戴维森的老巢美国销量都给干翻了。但本田这人就没满足过上世纪70年代，美国搞了个特别严的环保法规，其他车企叫苦不迭，觉得性能完蛋了。本田倒好，直接推出了 CVCC 发动机，不用复杂的催化转换器就能轻松达标。别人在抱怨，他在证明性能和环保可以兼得。后来又搞出了 VTEC 技术，告诉大家小排量也能炸出野兽般的动力。本田也是最早在美国推混动车的大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看法。环保车不一定要又慢又无聊。1991年，本田宗一郎走了，但他的思想一直都在。他总说，引擎不是冰冷的机器，它有灵魂，它不是车的一部分，它就是车的心脏。你看，从一个满手油污的乡村少年到一个年销数百万辆车的全球帝国，本田始终信奉一个道理：引擎的故事远没结束，它只是在不断进化，而这场进化现在正走向一个新的方向——氢能。要说这几年汽车圈什么最火，那必须是电动车啊！跟它比，其他话题都成了配角。你看，新车发布会、行业大会，连各国的未来规划全都围着电动车转。感觉没几年功夫，以前电影里才有的科幻场景，现在就在咱身边满街跑了。现在开车，中控屏幕大的能当平板电脑，找个充电桩跟找个加油站似的方便，甚至还能边喝咖啡边充电，这日子也太爽了。为了让大家更快接受电车，各国政府也是拼了，减税给补贴，各种政策往上堆，有些国家更狠，直接放话。
再过个10年8年，燃油车就彻底跟我们说拜拜了。再加上全球都盯着气候变化问题，电动车简直成了政治正确，好像选它就是为地球做贡献，成了唯一正确的路。所以你看，大车企们跟风的速度比换手机还快，一款接一款的出新。不过呢，今天咱们不聊风光，聊聊那些藏在光鲜外表下的小秘密。其实啊，这号称零排放的电动车背后也藏着不少问题，而且都埋在地底下，没被人看见。那些给电车提供动力的电池，最离不开的就是锂、钴、镍、锰这些矿产。开采这些东西对土地和水资源的破坏有多大，咱们绝大多数消费者是根本看不到的。你可能不知道，一辆电动车的碳排放将近一半都来自生产制造这个阶段，足足占了46%，而传统的燃油车这个比例只有26%，算下来造一台纯电车差不多会排放4吨二氧化碳。也就是说，你这辆车得开满8年才能把造车时欠下的环保债给还清。咱们就拿锂来说，这事儿挺吓人的，开采1吨锂能排放将近15吨的二氧化碳，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一块普通的电动车电池大概需要8公斤锂，像特斯拉Models 那么大个的电池，一口气就得用掉62公斤。咱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如果到2030年全球真的一年卖出5000万辆电车，那每年光是需要锂的量就得达到40万吨。更让人揪心的是，锂矿开采对水的消耗简直是喝水如倒水。在南美洲的智利阿塔卡马沙漠，那地方本来就干旱的不行，结果锂矿开采把那儿65%的水资源都给喝干了，生产1吨锂差不多就要消耗掉200万吨的水，当地的老百姓因此严重缺水，生活都成了问题，但矿区的扩张还在加速。那些原住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了巨大的工业矿区，几千年来形成的脆弱生态系统就这么被彻底摧毁了。再来聊聊钴这个事儿，你可能不知道，全球超过60%的钴都来自一个叫刚果金的地方，但问题也在这儿，那里的矿山里童工问题非常普遍，更别说每提炼1公斤钴，足足会产生15公斤的碳排放，这账可不划算。更关键的是，刚果金8成的钴矿背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这些采矿活动不光带来了有毒的废料污染环境，那里的矿工有些甚至才7岁大，就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报酬还特别低的情况下，干着极其危险的活。再看看电池生产的碳排放，全球2/3都集中在中国、印尼和澳大利亚这3个国家，其中中国一家就占了45%。可以说，在电池的精炼和制造环节，中国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全球超过一半的钴、石墨、锂精炼产能都在中国，全球超过75%的锂电池也是中国生产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你看，美国本土自己只能处理2%的锂精炼，印度更是完全没有锂矿资源，电池只能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这么一来，全球交通电动化就严重依赖少数几个国家，形成了战略上的卡脖子风险，直接威胁到各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那电池用完了之后呢，大部分情况就是直接扔进垃圾填埋场，这里面泄漏的有毒物质经常引发自然释放更多污染物，电池回收又难又贵，普及率极低，根本没法形成有效的循环。现在全球的电池回收率连5%都不到，这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吨的电池垃圾在不断堆积，我们却还看不到一个可持续的处理方案。还有充电这个基础设施的难题，加油只要5分钟，充电却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在很多地方，电网根本撑不住这么多车同时充电，有些地方甚至会要求居民在用电高峰时段别充电，因为用电需求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新增发电量的速度。一到夏天最热或者冬天最冷的时候，电网就特别脆弱，停电限电的风险会急剧升高。所以说，电动车虽然是通往更清洁交通的一条路，但它绝不是唯一的答案。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要打造一个真正清洁、能长期普惠所有人的完整体系。当其他公司都在扎堆搞电动车内卷的时候，本田却选择停下来认真思考，他想避开那些显而易见的难题，漫长的充电时间、日益严重的电池垃圾，以及对那些充满争议的开采金属的依赖。所以本田的路既不是纯电动，也不是传统燃油，而是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路。话说2015年的东京车展，本田放出了一款真正的未来汽车，直接亮瞎了所有人的眼。这车有啥特别的？它既不喝汽油，也不用插电充电。没错，这就是本田的 Clarity 燃料电池车。在日本，普通人真的能把它开回家，所以本田也成了全球第一个把这种车卖给普通消费者的车企。这可是他们花了20多年研发氢燃料电池的集大成之作。这台 Clarity 从里到外都是为氢能量身打造的。
它的燃料电池系统个子小，但劲儿特别足，加满一次氢气能跑360英里，差不多580公里，续航甩开了当时绝大多数电动车一大截，而且能耗超棒。排气管冒出的唯一尾气就是干净的水蒸气，开起来又安静又舒服。你看，这理论上的完美方案都齐活了：一、用车过程零排放环保；二、续航跟燃油车差不多，没里程焦虑；三、加氢只要3到5分钟，比充电快多了。因为这个 Clarity 还拿了2018年的沃德10佳发动机大奖，牛不牛？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答案其实很简单，2个字：基础设施。技术再先进，也得有地方能用啊。当时加氢站少得可怜，分布也特别稀疏，除非你住在加州或者日本某些特定地区，否则想找个加氢站，那简直比找对象还难。谁会想买一辆开着开着就得给自己找麻烦的车呢？所以 Clarity 燃料电池版一开始只在加州能租，后来才小范围到了日本，基本上就被隔绝在全世界大部分市场之外了。反观那时候的电动车多简单，插枪充电走人，名人带头开，政府给补贴，充电站蹭蹭蹭的建起来。氢燃料电池车呢，基本没享受到什么政策红利。本田后来也没公布具体销量，但发言人说了，在美国那5年 Clarity 燃料电池版总共就租出去2116辆，整个 Clarity 车系总销量也就4.1万辆，里面绝大多数还是插电混动版。到了2021年8月，这款车也就停产了。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件关键的事，本田在这件事上学到了血的教训，也学到了最宝贵的经验。他们用事实证明，氢燃料电池车完全可行，也完全靠谱。问题不在车，也不在技术，而在于时机。世界当时还没准备好，本田当时也没急，选择了沉淀和等待。他们悄悄地继续在氢能领域深耕，优化技术，打磨系统，跟各方合作，放弃那从来不在他们的选项里。所以你看 Clarity 根本不是一次失败，它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一块坚实的基石，证明了氢燃料这条路是走得通的。现在本田卷土重来，而且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本田 CR-V 轻电版带着它的硬核实力重磅回归了，这可不是一时兴起，本田在氢燃料电池上可是深耕了多年。早在2013年就跟通用汽车大手笔牵手一起搞研发，到了2017年干脆直接成立了一家专门生产燃料电池系统的公司，这在当时可是汽车圈的头一遭。他们2家是各显神通，拿出了家底。本田贡献了自己几十年发动机研发的看家本领，通用则拿出了在电动车领域积累的技术，强强联手，直接攒下了220多项技术专利，研发出的新一代系统，成本只有老款的1/3，但耐用性翻倍，效率更高，天冷了也好启动，性能直接拉满。不过到了2026年，本田宣布一个决定，跟通用的合作项目到年底就先告一段落。为啥？因为合作目标早就超额完成了，本田自己练就了更牛的独门绝技，准备单飞了。他们自主研发的下一代燃料电池模块，计划2027年量产，成本能再砍一半，耐用性更是能再翻2倍。但这套技术最终用在了哪台车上呢？答案就是 CR-V-FCEV，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CR-V 摇身一变成了轻电版。这车可不简单，它可是过去25年美国最畅销的紧凑型 SUV， 大家信得过也喜欢。本田就在这个成熟可靠的老平台上，给它换上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从外面看，它跟普通 CR-V 几乎一模一样，但里边的世界天翻地覆。车尾有2个大大的高压储氢罐，一个藏在后排座椅下面，另一个在后备箱地板下。负责把氢气送到底盘下的燃料电池里发电驱动车轮，但本田的聪明之处还不止于此，它还偷偷在地板下面塞进了一块17千瓦时的电池组，能像纯电车一样提供额外动力，而且这块电池还能外接充电，这使得它成了北美市场上第一款既能插电充电又能用氢燃料的车型。这块电池能提供大约29英里的纯电续航，用家用的2级充电桩2个多小时就能充满。这就意味着，就算你家附近暂时没有加氢站，这车也不会变成摆设，照样能当一台纯电车开。当然，电池还能通过刹车时回收能量来充电，和电动车一样方便。车里还有个 EV 模式按钮，让你能像玩游戏一样自由切换和分配电池、燃料电池和电机之间的能量，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它的动力表现相当不错，174马力，跑起来很轻快。根据美国环保局的测试，它的综合续航能跑270英里，而且全程零排放。这270英里里有241英里是靠氢燃料，剩下的29英里来自电池。这下你的续航焦虑彻底没了。长途出行加满氢气，能跑241英里就像加油一样快，3到5分钟搞定。
不用等。2、市区通勤直接用电，又安静又省钱。3、应急用电，最酷的是它还能当个移动充电宝。家里停电时，通过车上的110V 插座，能给电脑、冰箱这些重要4家电供电，最高1500瓦，关键时刻顶大用。这款车已经在202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本田工厂投产，是全美唯一在量产的燃料电池乘用车。从2024年7月起，率先在加州通过12家经销商开放租赁，而且给氢气补贴，帮你省下不少加氢钱。本田这次很聪明，没有一下子铺开卖，而是稳扎稳打，先放在加氢站已经比较成熟的加州，先把基础设施配套好，让车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打消大家的续航顾虑。等未来加氢站越来越多， CR-V 轻电版自然会慢慢进入更多地区。当其他车企还在卷谁的电池更大、充电更快的时候，本田已经用这套技术实现了分钟级补能、超长续航，绝对零排放，并且把它装进了一台我们再熟悉不过的 CR-V 里。长久以来，氢能源最大的短板就是加氢站太少，但现在这个局面正在被快速改变。本田 CR-V 轻电版的回归，可能就是未来出行的又一个新方向。到了2024年底，全球正在运行的加氢站大约有1160座，光这一年就新增了125座，增长速度非常快。目前全球已经有45个国家在加紧布局氢能基础设施，亚太地区绝对是领跑者，手握748座加氢站，占了全球总量的60%还多。这里面中国、韩国、日本是绝对的前3甲。中国以384座加氢站雄踞亚太第一，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规模。政府正投入真金白银，把氢能用在公交、出租车这些商用车上。韩国目前有198座，雄心勃勃，计划到2030年要建成280座先进的液氢加氢站。日本则有161座，已经把氢能写进了国家能源战略的核心位置。再看看欧洲，到2024年底，总共有294座加氢站，其中德国以113座领跑全欧，并且正在为重型卡车等大伙搭建专门的氢能补给网。而美国这边目前共有89座加氢站，其中74座都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州现在开放了大约59座零售加氢站，还有至少50座正在规划或建设中。不过，加州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烦，比如最大的氢能供应商最近把价格涨了20%，壳牌也关停了一些加氢站。这种市场波动也让像本田这样的车企考虑为旗下的 CR-V 车型增加插电混动功能，多一种选择嘛。尽管有这些挑战，但全球加氢站市场的增长势头依然非常猛。2024年市场规模是8.17亿美元，预计到2032年能涨到54.64亿美元，每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27%。那是什么在推动这么火爆的增长呢？首要原因当然是减排的压力。氢能特别适合用在长途卡车、公交车、火车这些重型交通工具上，因为这些车跑得远、拉得重，电池的续航和载重能力往往跟不上。同时，加氢站的技术越来越高效，氢能的来源也越来越多样，供应更有保障了。一个很酷的新变化是，铁路也开始拥抱氢能了。2024年，中国和加拿大都建成了铁路专用的加氢站，印度也计划要建一座，这标志着氢能的应用场景正在变得更多元。所以你看，氢能不仅是未来小轿车的一个清洁选择，对于那些需要长途跋涉承载重物的卡车和公交来说，它的优势更为突出。各国政府现在也不再把氢能当试验品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大力投入，不断建设和完善加氢站等配套设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田推出 CR-V 的氢能版 SUV， 可以说是踩准了行业的最佳节奏，而这背后其实反映了本田对自己技术路线的深层思考。本田本来就是个发动机技术的大高手，现在全球都在告别燃油车，大家都会好奇，发动机这种技术未来还有没有价值？对本田来说，答案很清晰。大多数车企都在埋头研究电池，想让电动车跑得更远更快。但本田心里有个不一样的小九九，咱能不能让发动机既干净又好玩？说白了，就是在做到超低排放的同时，能不能还保留咱们开车时那股子人车合一的劲儿？他们交出的答卷就是氢燃料电池，开起来那叫一个顺溜，反应也贼快，开惯了燃油车的小伙伴们完全能适应。最关键的是，它没噪音，没难闻的尾气，也不用喝汽油，排出来的只有无害的水蒸气。往车头一看，动力那是相当纯净。所以你看，本田压根儿不是要抛弃发动机，而是想把它变得更牛、更环保。说到这儿，得提一嘴本田和通用汽车的合作。虽然这段合作快到站了，但一起搞出来的成绩可是相当亮眼。就在今年1月25号，他们正式开启氢燃料电池系统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这可是美国头一遭。本田的野心还不小，他们定了几个小目标，到2025年，一年卖出2000套燃料电池系统。
到2030年年销量干到6万套，再往后到2030年代后半期，目标年产几十万套。这事儿可不只是为了造几辆乘用车，本田还拉上丰田、斯巴鲁、马自达、雅马哈等一众大佬，组了个超清洁内燃机联盟，大家一块琢磨怎么用生物燃料、氢气甚至是氨气来驱动发动机，目的就是给消费者的能源选择再多几个选项。燃料电池能干的事儿可多了，本田把它的应用分成了4大块：乘用车、商用车、固定发电站，还有工程机械。卡车方面，他们正和50联手拉，要在2027年推出量产的氢燃料重卡2，发电站也快了，预计2026年就能批量生产，给大工厂、办公楼这些地方提供由氢能转化来的清洁电力。3、商用卡车，本田也在北美积极找伙伴，准备一块开发。本田管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副总裁约瑟夫说了，咱这套氢燃料电池技术现在已经准备得很成熟了，能帮企业大大的实现碳中和目标。而且本田说了，咱不是非要在纯电和氢燃料里2选1，就是看在什么场景下用最合适的能源干最合适的事儿。这其实也是本田一贯的作风，不断给自己找新挑战。比如他可是最早在美国推混动车的大厂之一，现在这家公司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当别人都在琢磨怎么重新定义整台车的时候，本田选择回到核心，去重塑汽车的心脏——发动机，在保留它灵魂的同时，让它变得更干净。接下来，让我们聊聊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轻动力版 CR-V 对比纯电动汽车究竟表现如何？咱们来聊聊真正关键的地方，这辆 CR-V 的轻动力版本到底牛不牛？现在给电动车充电，快的也得半小时，慢的等上几个小时都算常事。但 CR-V 氢燃料电池版呢，加满氢就跟咱们加油一样，3到5分钟搞定。这对于每天日程满满的人、跑长途的司机，还有那些分秒必争的应急服务来说，这可真不是小改进，简直是颠覆性的体验。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续航，大多数电动车跑个200到300英里就得找充电桩了。CR-V 轻动力版综合续航能有270英里，要是你开得稳一点，省着点，轻松就能接近400英里。不过咱们聊电动车，得说说一个很少被提及的环保引擎，你知道吗？一辆电动车大约有 46% 的碳排放其实是来自生产制造环节，比传统燃油车的 26% 还要高。而且光是制造一块普通电池就需要开采8公斤锂、14公斤钴、20公斤锰，一整套电池组加起来材料重得惊人。那氢能呢，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加氢站早就不是未来的画饼了，它已经实实在在的在全球铺开了。以前还把氢能当试验田的国家，现在都在下血本建基础设施，要让氢能变成主流。你看，美国加州最积极，已经建了74座加氢站，在西海岸撑起了一张氢能网。日本走得更远，161座加氢站，这是他们的国家能源战略。德国、欧洲的氢能中心113座加氢站减排，摆脱化石燃料，都指着它。亚洲速度最快，中国现在运营着384座加氢站，是全球最大的加氢网络。政府支持加上市场需求，双管齐下。韩国也有198座，覆盖了从乘用车到重型货车的各种场景。算下来，全球现在已经有超过1160座加氢站在运营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一年年往上蹿。曾经的小众配套正在变成一个庞大的全球网络，市场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024年全球加氢站市场规模大约是8.17亿美元，但专家预计到2032年这个数字会冲到54.6亿美元，不到10年增长好几倍。这背后的推动力很明显，大家要零排放出行，政府有补贴，制氢技术越来越牛，还有就是商用车队开始大规模采用。更关键的是，氢能这东西不依赖什么稀有金属，氢是宇宙里最丰富的元素，能量密度是普通锂电池的整整100倍，而且它还能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来制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氢。所以本田搞氢能不是为了打败谁，而是想多给世界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哪怕只占一小块市场，也能改变大家的看法。特别是在那些电动车不太方便的场景下，氢能就能派上大用场。看看本田的规划，野心也不小，2025年年产2000套燃料电池系统，2030年干到6万套，再往后直接奔着每年几十万套去。这对那些氢能特别有优势的领域，比如重型卡车、商用车、固定发电或者工程机械意义非凡。那氢能会取代电动车吗？我觉得大概率不会，也没必要。两种技术都需要天量的基础设施投入，最终的赢家肯定是2条腿走路的多元化路线。本田不想在电动和氢能之间分个高下，而是想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一条和电动车互补而不是竞争的路，一条在保持清洁的同时还能让你享受到驾驶乐趣的路，一条在电池力不从心的地方依然能让你放心好用的路。
未来的出行途径很可能是这样的：纯电动车搞定我们日常的城市通勤和家庭用车，而氢燃料电池车则主攻长途运输和商业重载领域。可能未来还会有其他新技术冒出来。在这个多元化的生态里，本田的轻动力 CR-V 就显得特别重要。它证明了清洁和便捷可以不冲突。那个让本田创始人宗一郎前辈在100多年前追着 T 型车奔跑的对驾驶纯粹的热爱，在21世纪依然可以被延续和点燃。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氢能和电动车谁赢谁负。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迫切需要清洁交通方案的世界里，我们难道不该庆幸手里握着的不止一个答案吗？那你怎么看待本田的这场氢能豪赌？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